嗨，我是麦克，今天是一期装机 vlog，我将以一种极为特殊的方式给杰西装一整套主机。事先声明，本次装机方案对大家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，因为接下来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将要用到哪些硬件。至于装机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这个度假小屋的使用率越来越高。本来我们是打算2个人共用这张电脑桌，但杰西认为太挤不自由，于是单独在书房设了一个工作位置。起初是想让他用这台4080的强神7 Plus 帮我剪视频，但是习惯了台式机的操作，在强悍的笔记本在导出速度上还是稍显不如。幸好这些年由于特殊嗜好，我这个工作室积累了大量的电脑硬件，而且从来没有闲余过，从这里面找出一整套电脑硬件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就是因为从来没有闲余过，导致我的这些东西堆积如山，也没有有效的整理，这边放一堆，那边放一堆，有的甚至包装盒都丢了。所以这次装机犹如开盲盒，我就打算在这些垃圾堆里找到什么硬件就有什么硬件，只要能用，其他的一概不管。大家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玩的？来，那我们开始行动吧。瞧，为了怕漏掉什么，我还打了一个简易的配置单，第一项是处理器。处理器的话，我这边闲置的不多，2块 8700K， 3块 10900K 都太老了。然后这里的话还有一块 AMD 的 3950X， 当初是旗舰，但都2023年了，只能继续当个摆设了。然后就只剩下这块 12900K 了，虽然也过时了一些，但12代酷睿整体性能足够好，放到现在也还能打，所以 CPU 就是它了。接下来再找一下主板，不过这里有个问题，我大部分主板都装到了机箱里，并没有单独的，而我闲置机箱很多，是个大工程。所以咱们先找一下明面上的东西，比如内存和固态硬盘，绕过这些闲置的过期硬件，来到我的数码墙面前。我闲置内存其实挺多的，都是每年升级淘汰下来的存货，比如这里就有4条金士顿的，咱们看一下是什么规格。这是一组 DDR4 的，必须对应 D4 的主板，规格是单条8G，频率3600，那么这一组就是32G 了。这里还有一些，一起拿下来看看。这4条也算了，4个8G 的 D4 没啥意思，不过这2条不错呀，竟然是一组 32G 的 D5 内存，频率5200，就用它了。但是接下来有个问题，我要找的主板必须支持 D5 内存，同时还必须支持12代接口，难度不小呀。下面该轮到固态硬盘了，这个没得选，我闲置的就只有一个，但这个我有些舍不得。这是一条4T 的希捷酷玩530，当初的价格可是高达6000以上，我一直没舍得用，想等我升级到 14900K 的时候再用，这一次算是便宜接些了。望着这块4T 的酷玩530，我欲哭无泪。它现在的售价只有3000出头，就如同我那只飞流直下的赛力斯股票一般，现在反而显得很有性价比。不过哪怕降了一半，它还是属于当前的旗舰级别，高达7300MB 每秒的读速 ，PCIe 4.0x4极速传输接口，绝对是我们所有电竞玩家的梦想装备。当然，今天这台主机不会用来玩游戏，而是作为视频剪辑和数据存储使用。它还有个3年内一次的原厂数据恢复服务，可确保我那些珍贵数据的安全。那么接下来还缺什么？现在 CPU 有了，内存和硬盘有了，还差显卡、机箱、电源、散热器和显示器。显示器的话，我脚底下就有2台，比如这个是 ROG 的绝神32，一台 4K 显示器，160赫兹刷新率，性能是非常出色的。之所以换下来，是因为我卧室的桌子放不开。这旁边还有一台白色27寸的，也是 ROG 的，已经在这个角落闲置快2年了。然后再转回头，这个角落有一台27寸曲面显示器，微星的，之前做过评测视频，一次都没用过，太可惜了。录音室还有几台，比如地上这个只有 0.5毫秒回接响应的27寸 ROG， 这绝对是 FPS 游戏的最佳选择，但是因为它是2K 的，我现在玩3A 比较多，只能无奈闲置。站起身来，这里还有2台，一台 4K， 一台2K， 都是 ROG 的，我感觉我真的需要闲鱼一下了。现在最占地方的就是显示器，这还是之前已经送给亲戚朋友好几台，清理过一次了。那显示器的话，就选这台32寸的吧。杰西现在独享书房，空间够大，能放得开。接下来轮到显卡了，这个号着就在我屁股后面，就在这堆盒子下面，我先清理一下。我目前有6块显卡，其中4080和4090都已经用上了，那么闲置的就是一块3070钛，一块3090钛，一块3080钛，以及一块4070钛。我有些纠结，40系肯定好，但这一块只有12GB 显存，而我这台主机主要是用来剪视频的，所以反而不如拥有24G 显存的3090钛合适，那么就是它了。再就是主板、机箱、电源，这就真的是和开盲盒没啥区别了，因为平时事情太多，我评测完的硬件大部分都没有返回原包装，所以这也是我一直没有开闲鱼的原因。比如这个是电源的包装，还是个微星的1000瓦电源，却是个空盒子。这还有个1300瓦的，不是空的，这个不错呀，它有单独的4.0 器显卡接口，绝对的好东西啊。原来是茅台酒瓶里装着二锅头。不过我找到了一块主板的盒子 ，Z690 支持12代酷睿，但是这个只能支持到第4内存，可以作为备选。
这下面还有一块微星的 RGB 鼠标垫，这类东西我真的挺多的。其实我很想抽给大家，但不知道用什么方式。众所周知，平台的动态抽奖并不太公平。这种温场机我已经闲置10块了，感觉都能砌一堵墙了。然后这边也有一堆，不出意外的话也是空盒子。这里有一块 ROG 的主板盒子，它支持12代，也支持第5内存，但是去哪找里面的主板是个问题。确实是空的。然后这边是一堆闲置的手机，也都是之前评测过的。不过自从用上了红魔手机玩游戏，就对其他的慢慢失去兴趣了。这里边没找到，没关系，外面客厅还有一大堆，我就是太懒了些。否则评测完马上闲鱼，最起码也能回血好几个 W。但是真的太多了，实在不好整理呀。来吧，找找看。哎，怎么这里还有一堆没有开封的内存？天哪，竟然还是一组第5内存，却怎么混得这么惨，被丢到了垃圾堆里？这是一套32G的，我得收好了，下次装机接着用。再看看这堆破烂后面有什么？有一台华硕的电竞小金刚，完整包装的，改天闲鱼了。然后这下面发财了，又是一个没开封的，好重呀！竟然是一块全新的 ROG 1000瓦电源，搭配 12900K 加3090 钛绝对没有问题，没有意外的话就用它了。来，咱们继续挖掘，看看还有啥被我遗忘。天哪，又被我找到一块电源，而且竟然还是1300瓦的，同样是未开封的。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有这么多好东西被我埋没？我决定了，就用它了，因为它支持 ATX 3.0，更加耐用，还有4G系专用的供电接口，可以一步到位。看起来接起这台新主机貌似也价值不菲呀。这上面还有个长条的盒子，每每看到都是一地眼泪。知道这是啥吗？这是我19年买的一套 FPV 载机，后来由于忙忘记了开箱，等待想起来的时候，大疆这类无人机已经开始普及了，于是这一放就是4年。当时还同时买了飞控、电调、遥控等等全套设备，整整花了3000多元，真的是全部浪费了。大家说这还有安装的必要吗？这年头应该没人玩这种玩意儿了吧？哦，对了，顺便插一条寻人启事，有人发了一整箱的模块化散热风扇给我，但我问过了所有合作伙伴都无人知晓，而且由于下雨发货人信息也看不清楚了，这到底是谁误发的？如果你正在看这期视频，请联系我寄回。那么现在就只剩下机箱、水冷和主板了，我闲置的机箱都在这一堆里，里面应该都安装了主板，我只需要辨别是否是 Z690 就可以了，最好是能找到 ROG 那一块。先看一下这个小个子。这里面是微星的那一块 Z690，不过只支持第4内存，不太合适。这里面也已经装上了360水冷，而且一看就是好东西。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个太阳神机箱，没记错的话，这应该是我升级13代之前用过的那一台，希望主板还在。完美，主板还在，水冷也在，而且机箱、风扇还都换成猫头鹰的，这套配置在当年也是旗舰级别呀。这块主板就是我那块失踪的 Z690 了，支持第5。至此，全套硬件搞定，而接下来就是简单枯燥的装机过程了，实在无聊就此略过。检验一下我的工艺如何？毫无问题，依次点亮。那么这就是独属于街机的全新工作间了，桌子足够大，所以显得这台32寸显示器也不算大。外饰方面，我把那套红魔键鼠给它了，颜值还可以吧。然后显示器背面还给它加装了一条灯带，用于缓解枯燥工作所带来的疲惫感。当然也足以显得我很用心，懂得浪漫，不是吗？至于性能方面，我小测了一下，256万，作为一台讲机用机来说也足够用了。最终看到杰西开心的用它为我工作，我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